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加藤千三先生所著的《即便如此，幸福的人、不幸的人意识到现在所拥有的重要事物的心理学》这本书。本书特别推荐给那些想要知道如何才能感受到幸福的人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幸福的人是能够接受不幸的人；第二，即便如此，成为幸福的人的秘诀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幸福的人是能够接受不幸的人。接受不幸是获得幸福的关键。人类是十分矛盾的存在，我们无法消除所有的烦恼。事实上，不幸和烦恼将伴随我们的一生，直到最后一刻。然而，有些人却希望找到一种能让所有烦恼消失的力量。例如，有些人在结婚后突然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自己的伴侣，或者对自己爱的人产生了矛盾感，却又不敢离开。他们希望能够得到所有人的祝福。实际上，这就是在寻求一种能够让所有烦恼消失的力量。然而，如果一切都如愿以偿，烦恼全部消失了，这就意味着他人将为此承担痛苦，而自己在不知不觉中积累了心理的债务，最终都需要偿还。我们不应该追求消除所有烦恼的力量，因为如果所有的烦恼都消失的话，往往意味着我们正悄无声息地走向困境。只有接受不幸，才能真正实现幸福。心理健康的人在面对烦恼时会主动寻找解决办法，因此他们能接受不幸。而那些常常抱怨的人，往往并非真心寻找解决之道，而是在用生活艰难、让人头痛作为借口来逃避问题。因此，抱怨成为了他们寻求关注和安慰的方式。即使头痛可以被治疗，他们也许并不会去看医生，而是继续抱怨。对这些人来说，问题不在于生活艰难让人头痛，而是在于通过抱怨获得被重视的感觉。如果头痛好了，他们也许会寻找新的问题继续激情抱怨。有些父母经常会抱怨孩子的成绩不好，尽管他们自己明白，如果能从孩子身上感受到幸福，他们就能变得幸福，但他们却很难做到。这种情况通常源于潜意识中夫妻关系的疏远。如果没有潜意识问题，当孩子成绩不如预期时，他们会学会感激孩子在家里积极帮忙。但有潜意识问题的父母，往往不满足于眼前所拥有的，而是过于关注缺失的东西。即便提醒他们要意识到孩子健康的幸福，他们依然无法理解。就像常说的，当杯子里有半杯水时，有些人会觉得还有半杯水，而另一些人则只看到只剩下半杯水。不能接受杯子里只有半杯水的人，就是那些无法接受不幸的人。当杯子里的水只剩一半时，注意力集中在缺少的部分，这反映了问题不仅在于水的多少，而在于个体的性格。否定自己拥有的东西，反而强调缺失的东西。这种人总是充满了各种要求，哪怕一些要求得到了实现，他们也会开始否定已实现的结果。换句话说，这些人的不满并非源于某些具体缺失，而是根源于他们生活中不断存在的内在不满。他们总是想着如果有这个就好了，然后又接着想如果有那个就好了。这种不满本身并非针对某件事，而是贯穿在他们生活中的一种心态。那些总是烦恼的人，往往内心充满了贪欲。抑郁症患者便是最典型的例子。从客观角度来看，大多数抑郁症患者其实拥有很多东西，有工作，有住所，身体健康，有家人，几乎并没有缺失什么。然而他们常常会说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这说明，幸福并不在于是否拥有某些东西，而在于是否内心充满了贪婪。如果一个人很贪心，他会觉得水杯里只有半杯水，而心生不满。如果不贪心的人，即使水杯里只剩半杯水，也能感到满足。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水杯里缺少了半杯水，而在于这一事实所表达的心理状态。如果不从这一层面思考，就无法真正解决烦恼的根本。人类的心理痛苦
往往与童年时期的亲子关系息息相关。那些对水杯只剩半杯水感到不满的人，他们的不满源于内心积累的愤怒和对爱的渴望。那些深陷心理问题的人，往往无法感知到自己被爱的能力，无论他人如何关爱他们，他们总感觉自己并没有真正被爱。这与他们的天性以及童年时期的亲子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即便如此，成为幸福的人的秘诀。首先，要从接受不幸开始。为什么我们总是容易注意到缺少的东西，而忽视已经拥有的呢？这种情况的根源往往在于成长过程中缺乏足够的爱。这样的经历常常使得心理问题难以解决。只有当我们真正接受自己曾经未曾获得的爱，这种不幸才能迎接成长的开始。如果能够接受并意识到并非所有人都会认同我，那么就能将注意力转向那些给予我肯定和支持的人。在接受不幸之后，我们才会学会关注身边的幸福。如果不能接受不幸，而是将其转化为怨恨，那么个人的成长就会停滞，心灵也将充满欲求不满。无论外部世界多么美好，这种内心的痛苦和不满会让他们的每一天都如同地狱。就像杯子里只有半杯水时，注意力总是集中在缺失的那一半。对于那些充满欲求不满的人来说，接受不幸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但要在现实中变得幸福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会接受不幸。而只有那些真正感到幸福的人，才能够接受不幸。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，在于让潜意识变得清晰。要实现幸福，必须意识到潜意识中的情感，并花时间去解开这些情感的纠结。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，那些几十年积累的情感问题，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解决的。其次，要为他人做一些事情。那些总是感到不满的人，如果自己不改变，最终会带着怨恨离开这个世界。怨恨他人，怨恨这个世界。站在客观的角度看，现状已经不再可怕，但从主观的感受来看，他们依然充满了恐惧。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将那些令自己感到愤懑的事情一一意识到，并将其表达出来。您可以将这些不满的情绪写下来，或者在没有人的地方大声喊出来。单纯的释放情绪并不会让愤怒消失，但它能将这些愤怒转化为富有生产力的行动。无论您做什么，都可以把它转化为对他人的帮助。也许您会觉得这不过是将攻击性转化而已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。关键在于意识到并主动去做，而不是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被潜意识的情绪所支配。如果是带着我要为他人报仇的心态去做事，那与无意识的被愤怒所驱使是截然不同的。当您意识到自己内心的愤怒时，这种情绪可能伪装成其他的感受，比如我为大家这么努力工作，这看似充满了爱与付出。但如果在克服不满时，把爱或正义的面具强行戴上并坚持下去，那么生活可能会走向困境，直至结束。因为不满本身就需要被意识到并清晰地表达出来，而不是忽略它。再者，要看清现在自己的优点。不幸福的人，往往即便拥有再多的财富，也常常意识不到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有多么充足。即便偶尔意识到这些财富，他们也无法真正感受到这些财富的意义。因此，那些富有的大富翁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，或者那些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沉迷于酗酒，并非财富本身能够带来幸福，而是因为他们从内心感到幸福，才会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一切。财富和地位并不能直接带来幸福，而是内心的幸福让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富足。人之所以不幸，不是因为欲望过于膨胀，而是因为不幸让欲望无限延伸。无论欲望如何得到满足，内心的不幸依旧无法被填补。一个人是否幸福，取决于是否能看到自己的优点，看到自己所在位置的独特价值。正如波兰哲学家塔塔尔所言，年轻人有老年人所没有的快乐，但也有他们无法体验的烦恼。
男人和女人的人生各不相同，乡村和城市的生活也有差异。幸福的人之所以幸福，正是因为他们能看清自己所处位置的优点，最后必须下定决心去追求幸福。长期受抑郁症困扰的林肯，在32岁时曾写道：“我是最悲惨的生物。”从那时起，他的生活充满了失败和挫折，每一次经历都让他感到无助。然而，当他到了54岁时，他却说：“大多数人只需要下定决心要幸福，就能获得幸福。”他还提到，只有感到安全的孩子才能健康成长，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林肯也意识到，曾经认为自己是最悲惨的生物的人，最终找到了生命的意义。正是因为他深信自己是最悲惨的生物，并痛苦于抑郁症，他才做出了那场伟大的演讲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。他的生命本身便是最伟大的艺术作品。尽管林肯的朋友们曾提到他有抑郁倾向，并且与父母的关系疏远，但他依然是一个幸福的人。与那些一开始就拥有一切的人相比，那些在贫困中成长并通过努力变得富有的人，往往会更加幸福。在逆境中成长并努力前行的人，比那些自小被宠爱的人会成长得更加幸福。最终，选择抱怨自己生于不幸而终老，还是决定将自己的一生塑造成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，才是至关重要的。最伟大的艺术作品，便是一个人的一生及其生存方式。即便如此，幸福的人仍会像攀登万里高峰一样，投入时间与精力，去实现属于自己的梦想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